不提那3名家族长老的分宝商议，韩立自然不知道自己已被那3个老家伙认了出来，人却早已经出现在了100余里之外的地方。这一次他好不容易从空间裂缝中出来，并未一下跑到了东域国的地方，倒是一件侥幸之事。毕竟那破开空间的薄弱一点可是游走不定，就是一下处在了千万里之外，那也没什么好稀奇。小子，你下面准备去哪里？直接返回落云宗吗？不要忘了，我向你要求的炼制魁偶的材料还缺一些呢，必须要收集的。此事我自然知道，不过你要的材料无一不是世间难求，估计就是整个天南也无法收集齐，这可不是短时间能完成的事情。哼，你觉得老夫我还能再等7、80年吗？若是天南找不到材料，那就去一趟大晋，在那里只要你灵石够多，什么样的珍稀材料找不到？老夫先跟你说好了，若不能当老夫面将那魁偶炼制出来，老夫宁愿将炼制之法毁去，也不会在精魂消散后将炼制之法留给你的。放心，大晋你不说，我也要走一趟。你不是说过我身上原本煞气太重，接二连三动用那血魔剑，已经是邪气缠身，若是不及早去除，不但会对身体渐渐造成损害，而且以后在元婴中期境界也寸步难行。你知道就行。当初看到你第一眼就有些奇怪了，你年纪轻轻的，怎么会沾染到如此的煞气？老夫昔年也不是心慈手软之辈，那时身上的煞气还不足你的1/10，真是有些不可思议啊！不如你改修魔道功法算了，这股煞气反倒可以助你修为更进一步。当然，到了最后的化神时期，你飞升的可不是灵界，而是上古魔界了。大眼神君显然有些喜怒无常，这时候声音怪笑一声，竟调侃起韩立。哼，修炼到最后，修炼成古魔那种模样，在下可没有什么兴趣。小子，你不会真以为所有古魔都长得奇形怪状吧？前辈此话怎讲？难道变成古魔后，不就成了异界的妖魔吗？难道还可以保持人形？这一点你可搞错了。据我看到的典籍提到，从人界飞升到魔界的魔修，即使成为了古魔的一员，外形却不会有什么改变的。当然，如果运用魔功加以变身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当年上古修士和古魔争斗到最后时，就有一小部分修士受到高阶古魔的引诱，用魔气灌顶之法直接成为了古魔的一员，从而让最后的争斗更加激烈。据说这些人被魔化之后，仍然保持着人类的外形和神智，却甘心为那些高阶古魔所用，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猫腻没有。从那以后才传出人类修士修炼上古魔功到极致后，会自动飞升到上古魔界的传闻的。至于那些本体就奇形怪状的古魔，要分为2种，一种是上古魔界的原始古魔，是上古魔界最顶阶的存在，好像是被称作圣祖之类的存在。这些妖魔稀少不多，却无一不是恐怖之极，甚至现在一些魔修修炼的上古魔功还在不停召唤着这些古魔的名讳，才能借来魔气施法成功的。另一种则是我们人界的部分妖族修炼魔功后自行飞升到古魔界。妖族本体原本就不是人类，变成古魔后自然同样的恶行恶状了。妖族？这怎么可能？他们怎么会修炼上古魔功，对吧？这件事你不要问老夫，老夫也同样一头雾水。那部典籍上对此可没有详加叙述什么，只是好像上古妖族接触古魔的时间似乎比我们人类还要早得多了，具体的东西老夫也不清楚。不过老夫昔日见到一些高阶妖族，现在可没在修炼什么魔功，身上也没有什么魔气，其中的缘由也许你以后到了大晋会知晓答案的，毕竟那里可保存着我们这人界最古老的一些典籍。韩立脸色有些阴晴不定，心中想起出屋袋中那片据说是妖族传承之宝的繁盛真片，那上面3头6臂的功法看起来实在和当日古魔施展的双头4臂功法极为相似，难道2者真有不知道的联系？默默想了一会儿之后，韩立忽然间哑然失笑。就算妖族和古魔之间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这又和他有什么关系？他可不是那种多管闲事
什么事情都要弄明白的人，有些事情还是稀里糊涂一些更好一些。而且他手中的繁盛真片只是残片，就算真有整套妖族功法，他也不会闲着没事去修炼。光清源剑诀都不知何年何月才能修炼到极致，更何况此功法既然和古魔族牵扯有联系，也不可能适合人类修炼。韩立摇了摇头，将妖族和繁盛真片的事情抛之脑后，转而问起了更关心的另一个问题。傀儡的事情你不用担心，我无论是否去大晋，我自然会帮你收集材料。倒是你前2年就跟我说过，七焰扇的炼制方法已经琢磨得七七八八，到现在应该解决了吧？若是炼制之法已经出来，那不妨先交给我去炼制。我的飞剑一下少了2口，无法再布置出剑阵，正急需一件压箱底的宝物。韩立也没有拐弯抹角，直截了当地说道。经过这20多年的相处，他和大眼神君已经颇为了解，关系倒变得比以前缓和了许多，甚至有些半师半友的样子。在七焰扇炼制法中，我将那些如今无法寻到的材料，该减的减，能替换的替换，倒是给你琢磨出了一条方法出来。至于是否真能成功，老夫也不敢说有十足的把握，但是以此法炼制出来的宝扇，其实不能叫七焰扇，应该叫三焰扇还差不多。因为此宝原先需要81种火属性灵料才能炼制出来，被我改成了31种了，当然威力也随之降了一大半。没关系，就算威力有些降低也无所谓。通天灵宝真是传说中的那么厉害，那这件仿制的三焰扇也绝对不是普通修士能够阻挡。我将炼制方法复刻在了玉简内，你自己好好看看吧。不过即使是仿制的，里面有几种材料还是不好寻觅，估计想要炼成此扇，恐怕还要费一番周折的。大眼神君淡淡的说完，然后韩立背后的竹筒中桶盖一开，一道白光飞射而出。韩立脑后长眼般的反手一抓，将其抓在了手中，正是一块白色玉简。韩立不慌不忙将神识沉浸进去，把此简大概看了一遍，眉头不经意地皱了一皱。其他东西倒也还罢了，只要花些时间就能凑齐，然后再炼成灵料就是了。但这浩洋鸟长灵和赤红蛟鳞片却是可遇不可求的东西，上哪儿去找？最起码我没有听说天南有这2种东西。这2种材料已经是老夫想到的最容易找到的替换品了，其他的东西更是一丝希望都没有。其中的浩洋鸟长灵，老夫昔日在大晋游历时曾见到过一名岳阳宫的年轻女修饲养了这么一头灵鸟。现在如此年头过去了，即使原来的浩洋鸟不在了，想必还有后代留下，你倒可以前去求求看看。至于赤火蛟，这就看你的机缘了。不过若是去大晋的话，应该也不难解决问题。哼，说了半天还是想让我跑趟大晋。嘿嘿，老夫让你去大晋也是为你好的，只有去大晋游历过一次，你才能真正了解什么是修炼圣地。大晋国绝对是已知所有修仙界的中心存在呀。希望如此吧，但在离开东域国之前，还有一件事情要去做，我必须先去坠魔谷外看一眼再说。去坠魔谷？你这是什么意思？放心，我不是想闯谷。你还记得我那句天魔绝尸吗？先前从裂缝中出来，我就马上通过密室感应，发现此时竟然没有被灭，自然要去看看是否还滞留在坠魔谷内，看看能否将其召唤出来。一说完这话，韩立不再想说话，遁速骤然加快，化为一道青虹破空而去。一进入了昌州，韩立就马上再次进入了万岭山，返回了坠魔谷的入口。在那里韩立徘徊了2日，终于肯定天绝魔师还在谷内存活。不过此魔师似乎被困在了某处，任凭韩立用法诀催促都无法出谷相聚。韩立踌躇了大半天，只能有些郁闷地离开那里。看来也只有等下次坠魔谷开启之时，若此时未被灭，再将此事救出来了。2个月后，韩立身影终于出现在了云梦山附近。才刚靠近落云宗山门，就碰见了巡视的本宗数名弟子。这些弟子一见韩立，自然轰动了起来。他们一边大喜给韩立请安，一边急忙发传音符给宗门。没过多久，
整个洛云宗的弟子都从宗门内飞出，前来迎接韩立这位大名鼎鼎的祖师长老。为首的正是诚信老者和吕洛二人。这二人见到韩立时自然是惊喜交加，结果二人也不多说什么，急忙先将韩立迎进了宗门，然后让其余弟子都先下去。韩师弟啊，我就知道你的神通绝不会出事，不过既然无事，师弟为何不早些回返本宗，徒让我师兄二人担心不已呀。在洛云宗大殿中，程师兄一等三人全都落座后，高兴之余不禁有些埋怨。不错，师弟早些归来，也可让我二人少牵肠挂肚啊。吕洛也是满脸笑意，欢喜之意发自肺腑。两位师兄可就错怪韩某了，我一直都困在那空间裂缝中无法逃脱，也是刚刚才从里面出来，这不一脱身后就立马赶了回来。不管怎么说，韩师弟能活着回来这就足够了。说起来，为兄还没谢过师弟的搭救之恩，若不是师弟在谷中相救，老夫早就化为了一堆枯骨。老者一下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冲着韩立深施一礼。这没什么，加入洛云宗后，师兄对我一向照顾有加，我心中一直铭记在心，见到程师兄遇险，又怎能不出手相救？那些小事又怎能和救命之恩相比？师弟恐怕还挂心南宫道友吧？师弟尽管放心，南宫妹子还在冰中安然无恙。老者显然知道韩立最挂心什么，先将此消息透露给韩立。韩立听了自然大松了一口气。这时吕洛突然仔仔细细打量起韩立几眼，脸上露出了一丝难以置信之色。师弟，你今天元婴中期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真是不可思议！难道师弟在坠魔谷中有了什么奇遇？一听吕洛此言，程师兄也吃了一惊，急忙用神识扫视了一下，结果发现韩立气息内敛，荧光内照，分明真是进入元婴中期的样子，不禁愣在了那儿。